得我很不会谈恋爱如果没有很多相处，你怎么知道你喜欢他？所以我最近也在检讨这件事情。我可能是只看外表，爱上你是只看外表的吗？只看外表可能也有，没有啦。我蛮容易欣赏一个人的善良啊，或者是他的好的部分，然后我可能会把那些东西放大，然后觉得哇，我好像喜欢他。然后我也是蛮会强迫自己去接受，把不好的可以变成好的。比如说你看到他缺点，你会硬讲成优点。哦，那个缺点也对我可能是一个优点之类的，我会这样子。那你要什么时候才会醒？醒了又可以写一首歌了。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们今天欢迎孙盛希。耶！哇，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在这里。先在聊正事之前呢，我比较好奇的是，韩国你从小在那边来台湾，你有什么觉得最大的文化冲击吗？原本我在韩国的时候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但是我来到台湾才发现那些差异点，很明显的感觉，可能很表面的天气好了，天气这里比较闷热，然后韩国的天气比较干爽，也会回去看说，哦，原来在海外看韩国是这种感觉，就是偶像也好，就是演艺圈啊，然后文化政治之类的。最终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感触就是，好像我在韩国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开心的，因为压力比较大嘛，压力啊，竞争啊。有时候我回韩国过年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为什么好像大家都没有笑容就是面无笑容。在台湾的感受是在亲切感、亲切热情一些些。就回想一下我在韩国的生活，其实是蛮多忧郁感的，忧郁的感觉。对，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系列的讨论，韩国的年轻人，虽然说他们看起来起薪好像比这边高一点点，但是他们的压力就是他们一定要考进很好的大学，然后一定要进入特定的几间大公司，然后一定要这样一直爬上那个阶梯。因为我们是华侨，然后华侨学校再松一点吧。我后来上的大学就是比较好的学校，然后我是用华侨的身份考进去的，但是在那边的每一个韩国人都是透过很激烈的竞争才考上那个大学。其实每一个人都脑子都超清楚，然后很知道自己要干嘛干嘛的。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遇到很多从韩国来求学的人，他们就说他们就是要一路读什么什么什么，读到电机博士之后回去三星工作。然后我就说有想过要比如说自己创业吗或什么，他们大家比较不会想说要自己创业，大家都想要直接进大公司。基本上好像大家的目标很常是大公司为目标。我自己好像那个时候偏比较迷路派的，就是开始玩团啊，玩音乐之后发现我的重心偏向音乐太多，所以我的成绩也没有特别在顾，然后好像跟大家的距离又拉开了一些。我好像有点去梦想不实际的一面，但又觉得我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就休学了，自己学写歌，后来就来台湾。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一个韩国阶级制度是很分明的，你该做什么事其实也都是算是比较一板一眼的。你在那个情况之下有办法挣脱开来，你算是从小就很敢做自己的人吗？我家里一直都是蛮包容跟温暖的家庭，所以没有特别的要求你的成绩一定要怎么样啊，然后盯在那里之类的。对大多数的人而言，不要改变会最安心的。其实你已经去了延世大学，很好的大学了，等于是你放弃了一个不错的机会。其实我的亲戚们反而觉得，哇，你把这个学校放弃了，然后去追逐音乐梦想，是不是太可惜了？你要不要先读完大学再走？我觉得最关键是我家人，我爸。他小时候就蛮自由的心态吧，就是我觉得他自己也有过音乐梦，当驻唱歌手啊，他也有读了2个大学，他原本想要做贸易类的工作，然后他后来的工作是中医师，然后他发现我只能每天在诊所里面坐着，哪里都不能去，也不能休假，所以他好像给我跟我弟弟更多的自由去发挥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也支持这些梦想。有家人支持你就会觉得比较安心，因为不一定每个人想要去追求其他事的时候都有人支持。就很多烦恼是变少了很多，就是家人的烦恼比较不会去烦恼。感觉
你中文好像也还好。来台湾这10多年来有进步一些，这已经算是流利了哦。还可以写歌，我觉得很厉害啊！写歌其实是一个表达自我，那大家听歌是或许跟歌里面的某个状况可以做连接嘛？你在写歌里面有关爱情的歌是自己的故事吗？我都会把自己的感情观跟自己的故事会融在里面。那你觉得你的感情观是什么？我一直以来都是蛮主动跟不怕对方拒绝，然后去追求。女追男隔层纱怎么追？我们请教一下。我觉得大家不要学我，我可能根本没有看清楚对方对我有没有意思，然后我就可能会说，我很喜欢你，那你喜欢我吗？没有的话没有关系，那我就撤，这样子。没有给个时间说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我很不会谈恋爱如果没有很多相处，你怎么知道你喜欢他？所以我最近也在检讨这件事情。我可能是只看外表，爱上你是只看外表的吗？只看外表可能也有，没有啦我会看很多点呢，比如说就才华也是一个，有趣幽默啊，煮菜也好，我蛮容易欣赏一个人的善良啊，或者是他的好的部分，然后我可能会把那些东西放大，然后觉得哇，我好像喜欢他，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真的异性的相处到，所以我觉得最近也在检讨，我應該要放慢腳步，像我最近发的那首歌一样，就是不用急，慢慢来。那韩文歌词也就在讲这个东西，천천히 와。서두르지 말고 천천히 와。看到一个自己觉得喜欢的人的时候，不过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心里填满你对这个人的投射跟想象，就是你可能看到 A 过去的经验里有 A 这个特质的人是怎么样的，你自动把一些粉红泡泡把它填上去，你觉得你是跟一个这个形状你投射的这个人交往，可是实际上是这个人可能6个月过了就开始要摩擦，2年的时候你的荷尔蒙该消化的那些都消化完了就分手了。你爱上的是你对这个人的投射。对，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也是蛮会强迫自己去接受或者是消化，把不好的可以变成好的，有这种强迫自己的倾向。比如说你看到他缺点，你会硬讲成优点。那个缺点也对我可能是一个优点之类的，我会这样子。就比如说什么？举例，他异性缘很好，很多女生朋友，那我会把这件事情看成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好处，因为我会永远是对他是渴望的，然后我会觉得我要再努力打扮自己啊，让自己进步，才不会失去他之类的。等一下，你觉得异性缘很好是缺点吗？对感情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安全感。对我来说是缺点，但对他来说可能是好的。那你要什么时候才会醒？醒了又可以写一首歌了。我要被叫醒。不会啦这首新歌就是在忏悔嘛，就是我应该看清楚这个人。其实我还是一样在表达自己的角度，就是这份爱不只是需要我的勇敢，也需要你的勇敢，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来，我可以等你，我可以等你的心越来越增加，然后你越来越勇敢，就是不要怕时间会冲淡我们的感情。这是写交往间还是交往前的事情？算是感情的模式吧，我觉得。什么意思？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觉得我下一段恋情应该找一个艺术家谈一下恋爱，让我去体验到一个我真的捉摸不透的感觉。真的蛮酷的耶。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人好像有投入了，但好像又不敢投入。那我已经100%甚至200%的投入了，所以我可能要等他的投入，这种状态。所以就是交往之前，然后你们好像可能出去约会过，然后之后那个人有可能人间蒸发了，然后你还在等他。有可能也是交往之后，这个人想要收心了之类的，想分手，然后你要等他。是不是分手之后大家都劝不要再和好啊？因为分手一定有原因啊。如果那些分手的理由就算再一次复合也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复合的意义是什么？人的大脑很讨厌改变，分手是一个很剧烈的改变，但你要知道人的大脑也是可以习惯的，人是有可塑性可以习惯的。你的神经元重新连一遍，你的荷尔蒙再 reset 一遍，3个月之后你又好好的了。只是很多人就撑不过3个月的很
痛苦的期间，然后又会回去拜托跟前任复合，可是该 sort out 该谈的事情也没有谈，价值观可能不合，你也没办法改变价值观，你只是让你短暂比较不痛苦而已。讲到这个的话，我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在难过，哇，我是不是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对我很好的人。有一段是6年半的感情，分手之后约会过啊，然后认识新的男生，直到他有了女朋友，我才哇醒过来，好痛哦。然后其实那个感觉我大概维持了快2年的时间，不管是跟别人约会过或者是怎么样，我又会醒来的那一刻，我又会去回想那个人。可是想到的是那个人的好吗？那个人的好，还是那时候很开心的你自己？回想的时候是那个人，还是想到你自己？想到那个人对我的好，但是我也并不敢说如果我们复合的话我们会好，因为我们两个的确是不适合，然后我可能也没有真正的去享受整个爱情。或许你头脑里面的那些片段留下来真的是好的，那你当然会想说我想要那个好，可是实际上你整个大方向整张图出来的时候，或许你就会觉得可能不用。后来就觉得也许就是还没有真的认识到最适合的那个人。分手之后啦，人很容易自己对自己的自尊认知就觉得自己不好，对，然后都会觉得自己不好，那以后没有办法再遇到更好的对象怎么办呢？而这些都不会发生。你自己看，人就已经活了这么久了，但是人的恐惧疑问都还是一样的。但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就是分手之后的疗伤自己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我们有时候会用别人再去疗伤这个感情的伤嘛，很快就交到一个新的男朋友或者是约会的时候，我觉得那都是蛮对自己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对自己或者是对新的对象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在你受伤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伤养好。如果是我的话，我是真的会写出来，我觉得我错了什么，我会 focus 在我自己身上，我想要变得更好，我想要我身上已经没有伤了之后，我再去遇见那个对象，这样应该是最健康的。大家会想要找另外一个对象，一定是因为可能看自己的伤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就有点逃避那个难过，对，然后就觉得我再去找下一个，我就可以补上了，而且自尊感也会上升，对，因为有人喜欢你嘛，你就会觉得我是好的，可是心中的洞这件事情，只有自己能把它填满，而且也没有改进真的一些问题点。对，是不是或许真的自己本身真的也有一些问题？对，我觉得 focus 在对方有什么不好的意义不大，因为讲了你就是自己有情绪起来嘛，他对你的正面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帮助，所以 focus 在自己身上，比如说你可以写歌啊，有新的兴趣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发现自己、了解自己的这个过程，跟自己相处的过程，会比你迅速的投入另外一个感情会好一点。今天假设你被劈腿的话，你会觉得是因为你不好，还是因为他不好？两个都有吧。所以你也是会稍微怪自己说，可能因为我自己什么不好，所以他才会去。会，我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让他太烦了，或者是我没有把自己打理好，自己可以给他的爱我没有给到之类的。我刚刚举的那例子是人家劈你腿，结果你还会花一些空间、一些资源来怪自己。对，好可怜哦。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也不是只是爱自己，而是对自己公平一点。在感情上去分析自己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伤，然后自己成长环境背景，包括对方的成长背景，互相有什么样的个性，去分析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太晚了一点。不过你还没结婚吧？那就还来得及，结婚也还来得及啊。就是认识自己之后，你才有办法真正戴上那个眼镜去看别人。而且有的时候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会做出这种事情，你就会很生气。但如果你有办法看到他过去的生长环境是什么，成长的经验是什么，造成他做出这样决定，你可能不同意，但当你觉得合理啊，不意外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气了。我最近就讲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不会再用我的思维去批判你的待人处事，就是我会觉得那个是不对的，那个是应该要怎样怎样，但是其实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不可以强迫他去做这样的改变，或者是这样子待人处事。
我觉得能一起共同成长，而且愿意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世界上有没有那种100%合的人？没有。可是没有关系，如果2个人都有同样的概念，或者是说同样的想法，说我们2个本来就是不同的个体，但是我们愿意去沟通讨论之后，然后尊重啊，付出啊，共同都可以成长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就很有希望可以走长久。遇到没办法改变的人，其实就剩下就是痛苦。当你觉得你的感情有问题的时候，先看一下自己，然后你才有办法从中找到线索，找到脉络，去看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常常看到是一个不断的轮回，同样找到这样子的人，或者是一直遇到重复的事情，其实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看自己的时间了。我们对于某些事情的反应是已经被制约了，这个后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那其中有一部分原因你可以借由你的依附类型来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是焦虑型依附的人的话，你为什么就是一直很担心对方会离你而去？你为什么就是很想要抓着他？就是可能这些制约的动作是你头脑都没有想过，你就会直接这样子去的。这个制约的想法就是造成很多你的痛苦。这个有机会改变吗？当然有啊，你了解到你自己生长的脉络，就拥有了选择。我怎么感觉我今天在劝他？人是会成长会改变的，依附类型也会因为你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而改变。像如果看到自己就是一个焦虑型依附的人，然后你下次打电话给人家10通人家都不接，那表示人家在忙，对，那只是表示他不能接电话。的确我有这样子的改变，我会觉得现在是因为我的个性，我的依附是这样的类型，所以我会焦虑，但是其实没这件事情，我会自己告诉自己，所以你就慢慢给了自己安全感。对对对，人是可以改变的，安全感也是自己给自己的。我是没有到很懂感情，而且大家都觉得我就没血没泪的在看这些东西。会吗？有啦，有很多血泪。对啊，有时候看你的表情就会觉得，好像讲得很轻松，但好像应该不会那么轻松吧？我会这样觉得，是不会那么轻松。对啊，我就问我咨商师说，为什么我自己都可以讲说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可是我还是不开心？咨商师就说，因为你头脑知道了，你心里还不知道。就你头脑接受到了，但是心还没有接受到，这是绝对是需要一个时间，要跨过去，就真的是心要接上脑。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连接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连接。如果你没有办法跟自己的连接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别人连接的，还要做的功课太多了。但是你是很有勇气的人，你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就说进一段感情就进一段感情。我想慢慢，想慢慢来。能表达自己也是好事，但是太快表达自己好像不是那么的好事。你说告白吗？告白也是，然后可能工作啊沟通上的时候，我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不会过滤，然后我就直接讲出来了。但是我讲完了才会发现，这句话他接受的时候会不会受伤，或者是我会不会过多的表达了，我有些是不是应该要收敛一点，保留一点。最近的功课我觉得是这个。很不错啊，很不错啊！大家 eventually 都要经过这一段。你是一个这么敢冲的人，通常越冲动的人，其实同样表示他越容易受伤。一般日常都是怎么照顾自己的？哇，我有一阵子就是一直走公园，走路，只要感受到难过、孤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可能有喝了一杯酒。然后从酒吧出来开始一直走，大安森林公园绕好几次，各种路我都走过了。身材就是这样保持的。然后就看很多房子，我之后想要买这个房子。那个时候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好像孤独跟浪漫是可以共存的，孤独其实也并不是不好的，然后自己也可以浪漫这件事情。我好奇你在走路的时候在听音乐吗？会，尤其是自己的音乐。所以你在走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孤独？但是我在享受那个孤独，所以算是一个浪漫。其实我一直待在外面的原因也是我害怕回家的话会哭出来，然后要面对那个情绪，所以我用走路去分散那个注意力。可是回到家哭出来不是很好吗？你宁愿在公开场合哭，你也不要在家哭吗？好像是这样子耶。就是大家看到他街边哭的时候，就递给他一张卫生纸。对，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常碰到我，我也会把自己想的东西全部
写下来，跟着意识去写完那一篇文章的时候，好像有被疗愈的感觉。语言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有力量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不帮你的头脑写出来，你头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头脑它是一个很生化反应的东西，你难过的时候微笑，你的大脑会觉得你是开心的，它是这么的这样，所以是这样子的。如果我问大家，你觉得用什么字去形容情绪？喜怒哀乐。可是人的情绪绝对是远超过喜怒哀乐。之前有人做过这个实验啊，平均每个人只能写3个。当你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讲出你当下情绪的时候，就表示你根本不知道你当下情绪是什么。你要不要做一首歌，把50个词汇全部写出来？50个词，帮助大家可以很精准的描述自己当下的情绪的反应什么。哇，这好酷哦！你可以陪我一起写吗？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就是自己太多方面了，大家一起加油。那我们就谢谢孙正熙跟我们做了很多深入的剖析跟探讨。希望这个可以给你一些写作的灵感，帮大家，然后也是一个感情上的鼓励。加油加油！好，我们谢谢孙正熙，请多多支持茶记这一首歌。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请帮我在那边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